会活着回去。刚才那是什么情景？宗主，今日卓峰的仙灵鹤技术死绝，是顾晨故意在其中掺杂敌敌危，弟子亲眼所见，可以作证。师父，弟子也已查过了，那些仙灵鹤确实是中毒致死。弟子还在顾晨境所内找到了这瓶。顾晨，你告诉为师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方才我是进入幻境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到这儿了？师父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他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他一定是觉得宗门让他喂养灵兽辱没了他，故意泄愤。弟子之前就说过，顾晨没资格待在卓峰。顾晨，500多年前你也算堂堂正正，未曾想你竟成了这般模样。既不愿喂食灵兽，直说便是，何苦用这般偏激手段？本以为过去500年，你丢的只是修为根骨，却不想你连当初的道心也丢了。顾晨，你毕竟曾对宗门有大功，老实交代，本尊不会过分责罚。是弟子有错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你为何要毒死仙灵鹤？弟子没有毒死仙灵鹤。你又改口了？弟子一直负责喂养仙禽，仙灵鹤被毒，弟子确有渎职之罪。你竟敢戏弄本尊！既然冥顽不灵，就去水牢受罚。本尊罚你水牢受刑7日，不得再在卓峰居住，不得再靠近灵兽半步。那若真是未来，我这一生还真是可悲。圣子之位给了别人，500年的热血与忠诚再次彻底化为灰烬。若没有这黄粱一梦，我或许真会如幻境那般，按部就班踏上赴死之路。但既然得亏天机，今生便不必再为清玄圣地而活了。这一世，我为自己活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被师父罚了，师弟很是担心，特地来看看你。这不是我的东西吗？幻境里所见的2样机缘之一。师弟来看我，还顺手替我收拾东西。师兄误会了，师弟只是怕这东西放在院子里被人顺走，替师兄保管片刻。既是师兄之物，自然完璧归巢。有劳师弟费心。师兄客气了。对了，听说师兄即将搬离卓峰，若是无处可去，师弟在清霄峰还有一间空池别院，师兄若不嫌弃，不必了。那师弟便不叨扰了。师兄，保重。这一世，我谁也不欠。这清玄圣地，不带也罢。看着人畜无害的小师弟，很难想象他竟是幻境中那个夺我机缘、蒙骗全宗，最后血祭所有师姐和师尊的凶徒。幻境中的一切，恐怕都是真的。小师弟，关心他做什么？这样的废人留在清玄圣地，就是丢我们神帝的脸面，拖累宗门发展。我若是他，不说为宗门自裁了，至少也该离开宗门自生自灭才是。师姐，顾师兄虽然修为已废，但他毕竟是我师兄。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当你师兄。师弟你啊，就是太善良，善良应该对好人，像顾晨这种废物恶人，千万不能展露半点善意，否则最后只会害了自己。可是师姐，师兄，你别介意。虚伪，
以前我还觉得这小师弟不错，如今再看，只觉得反胃。你拿我东西，我看师兄你这根竹棍挺别致的，拿来把玩把玩。把玩够了吗？啊，够了的话，可以还我了吗？我听闻此物是师兄从禁地中带回来的，甚是神奇，所以斗胆想借用一段时间，不知师兄是否……不借。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，这竹棍我用的久了，有感情了。顾晨，不就是一根破竹竿吗？小师弟看得上这是破竹竿的福气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破竹竿也好，好竹也罢，都是我的东西。我若给你，你自可拿去；但我若不给，你也别碰。顾晨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敢对师弟用杀意？你竟敢抢夺师弟喜欢的东西！这是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你知不知道，全宗上下必须全力满足江师弟一切资源和法宝？他想要你的东西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莫非想害宗门天骄不成？这青竹竿我不会给任何人，更不会给他。你不怕死吗？师姐，算了，师弟也只是对那青竹竿好奇而已，绝无强人所难的意思。师兄既然喜欢，师弟不要了便是，千万不要伤了同门之谊。哼，顾全看你，再看看江勋，高下立判。师弟别急，师姐现在就去找师尊，只要有师尊口谕，别说一根破竹棍，就算你想要顾晨的整片竹林，他也绝技不敢阻拦。这师姐有心便是，青竹棍师弟不用。什么不用？有的人没有规矩，我让他长长规矩。师兄，实在抱歉，我现在就去劝回陆师姐，您千万别介意。这演技好生厉害，若不是留心细看，瞧出他眼底那一抹轻蔑与仇恨，怕是真的要以为这位小师弟人还不错。这竹竿幻境中他的能力垂钓诸天，这本就是我的机缘。上一世我拱手让人，这一世谁也不给。这第二桩机缘，同样得自禁地，同样被宗门研究后当废物丢回给我。他们不识货，哼，也罢。顾晨，你可知罪？顾晨，你还笑？师父，顾晨就是嫉妒小师弟，这就是一个善妒之人，应当严惩。顾晨，你身为师兄本应扶持师弟，但你却因妒忌江勋，故意闹出此事，为师对你很失望。师父，弟子有样东西想请师父过目。好啊，顾晨，师父问罪，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师父，顾晨是在挑衅你，严惩，必须要严惩。顾晨，你何故发笑？弟子想到了高兴的事。这种时候，你竟还有心思想东想西，难道你就没有半点忏悔之意吗？师父，弟子为何要有忏悔之意？你就因为弟子没给小师弟这根破竹枝，这个还是因为弟子还留在宗门，爱着小师弟将来继承宗主之位。当年进入禁地之前，师尊曾许诺，若弟子平安归来，宗主之位便传于弟子。当时师尊为表心意，还将掌门玉牌交予弟子。当时你确有掌门继位之资，但如今的情况，因为我废了，是吗？你自己都知道自己废了，还有什么脸面赖着这掌门玉牌？你这样跟个赖皮狗有什么区别？景瑶，住口！师父，这次你骂我，我也要说了。顾晨，你以为现在的清玄圣地还只是当年的清玄宗？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有资格继承清玄圣地？你就是一个废人！难道你真看不清楚形势？你最好的归宿就是战死在禁地，成为一个让人缅怀的英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说了，住口！顾晨，你小师姐的话确实不中听了些。师父，弟子反倒觉得小师姐的话如同黄钟大怒，振聋发聩，发人深省。其实弟子之前一直打算，等江师弟晋级金丹，有了宗主继任资格之后，便以命殉道，强行解除这宗主玉牌的羁绊。不过现在弟子的想法变了，弟子惜命了。这是
气宗灵约。你要弃宗？这份气宗灵约一旦签下，弟子便自动脱离宗门，与清玄圣地再无瓜葛，自然与宗主玉牌之间的羁绊也会就此斩断，也省得关宗主再为玉牌之事发愁。这就是你反抗的方式？反抗？你明知本尊不会同意，却拿出这种东西，不是反抗又是什么？你觉得本尊责罚过重，还是觉得宗门亏待了你？不得不说，你这一招以退为进倒是厉害。以退为进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把本尊当傻子还是当瞎子？你身为宗门核心弟子，更是外界盛传的清玄圣地英雄，你很清楚，若你退出宗门，必会引动天下非议，说我清玄圣地过河差遣。以退为进？你现在拿出这气宗灵约，不是在威胁本尊，又是什么？本以为这师弟终于逝去了，没想到竟心机如此深沉，竟想用这种方式威胁宗门，简直该死！这3年来，你的表现让本尊失望至极，本尊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却没想到你嫉妒之心已如此之深。既如此，你也不必去水牢了，改去思过崖吧，待上3年，反思今日之过。弟子想要脱离清玄圣地，还望关宗主成全。你还想继续威胁本尊？还望关宗主成全。你莫不是以为本尊是任你拿捏之人？还望关宗主成全。你若觉得本尊是任人算计、任人威胁之辈，那你就错了。本尊再问你一句，当真要弃宗？还望关宗主成全。虎踞深山听风笑，龙卧浅滩等海潮。如今风已至，潮已来，虎归山林，蛟龙入海，前方尽是坦途。多谢关宗主成全。按照宗门规矩，弃宗之人应交还宗门法宝，废除宗门心法。好在宗门赠予法宝，弟子3年前便已悉数归还，至于修为，早已全废。如今两不相欠，今日就此别过。师尊，顾师兄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们休要再提此事。他想威胁本尊，那便让他明白，本尊从不受人威胁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往后，顾晨与清玄圣地再无任何瓜葛，所有门人弟子不得以任何形式接济庇护顾晨。本尊倒要看看，失去了清玄圣地的庇护，他顾晨该如何生存。此去一别，愿是永别。至于前路歧途，无他，跨过便是。发生了什么？赵父宗门500年的福缘，为何突然易散？宗门莫不是做了什么遭天谴之事？师姐，大师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师姐，你快醒醒！师姐，天机问卦之术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你今日强行问卦，若不是关键时刻及时终止，怕是已被抽空寿元，生死道消了。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如此问卦？我仅仅是占卜，便险些要了我的命。若将卦象说出，不光自己，怕是连眼前的徐婉清也会遭受天谴。师姐，你今日寿元损耗重大，需要调养。没时间了，我要见他。什么没时间了？师姐，你要见谁？我帮你去找便是。我要找师弟。师弟已经进入剑阁修行了，你现在去了也寻不到他的。顾晨去剑阁了？顾晨，他已经不是我们师弟了。我说的是江勋师弟，他现在才是我们唯一的师弟。不是师弟，什么意思？师姐，你今日闭关不知。顾晨今日已和师父签下气宗灵约，退出宗门离去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晨嫉妒江勋，觉得师父和我们这群师姐偏袒小师弟以离宗之事威胁，师父气不过，当场同意了他的气宗灵约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不算清玄圣地弟子，不算我们的师弟了。顾晨何时离宗的？这个
好像是40，那正是宗门福源离去之时，不能再等了。顾晨现在在哪儿？他去了何处？师姐，你快说！顾晨用了气宗灵约，宗门内已经无法追查他的踪迹，而且应该也没人关注他离宗之后去了哪儿。顾晨是为宗门进入禁地受过500年折磨之人，如今让他离开宗门，甚至离宗之后还不派人保护，这个是师父的意思。顾晨今日刚刚离开，他如今没有修为，只是个凡人，肯定走不远。大师姐，这是怎么了？离开宗门后，去清玄城就太过于明显了。江勋这里，幻境中我都已在宗门被欺压成那样，他还一心要置我于死地，生怕我再度崛起。如今我退出宗门，他更不会放过我。天齐山脉虽凶兽横行，但我500年前曾在此历练多年，倒比清玄城更安全。这是跟随我一同从禁地出来的2件东西，以前我不会用，宗门研究一阵也弃之不备，但在那片幻境中，我才看到了他们真正的面目。这本就是我的大机缘。这竹竿号称可垂钓诸天，10日可使用1次，可惜我如今修为尽失，灵力全无，暂时还无法催动。一语天地准，故能迷伦天地之道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这些文字3年来我已烂熟于心，却一直似懂非解。幻境中连江勋都拿去研究了几年，同样毫无收获。直到我濒死之时，才突然讯悟其意，那片幻境也不知是何物。若说它是一个完整故事，那我大概就是从出生起便注定当个悲情配角的命吧。好在我不用再按幻境中那般走完那条悲壮之路了。无愧。丹田气海是修行的根本，凡人踏入修炼，首要便是开辟气海。若气海无法开辟，此生与仙道无缘，而我这里曾是伤得最重之处。回天乏术。寻常人气海如一方池塘，资质高绝者可开辟至大江大河，而我如今竟如浩瀚大海，而且还在继续扩大。气海越大，灵力越浑厚，对战同阶自然碾压，但反过来，晋级所需积累也成倍增长。寻常人若是一杯水滴满便可突破，我如今是一片海，若无顶级功法加持，修炼速度只会奇慢无比。来了，按照幻境中所见，这本古籍本应化作一部天级功法才对。天级功法呢？难道是我把无悔写成了无愧，所以变了？但若没有功法，这古籍为何还悬于气海之中？这些白纸是能写的吗？有用！古者被发而无卷领，以亡天下；其得生而不杀，昔者之圣王。阳取象于天，福取度于地。我竟然现在才发现，我之前对通玄经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。成了，我可以修炼了。
这竟是古籍把我的功法自动提升了品阶。通玄经原本连品阶都无，现在至少已是黄阶功法的门槛了。同一本功法只能提升一次吗？那我换一本试试。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，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。功法还能融合？每一本功法的创立都需要对修炼之道有极其深刻的理解，还要历经无数尝试与修正，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。而将两本功法融合，难度更甚。可现在，这无名古籍竟能自动完成。若是可以融合，那我把所有功法全写进去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？明白了，看来需要我参悟之后才能融合。玄阶功法，这已与清玄圣地内门弟子所修的清玄诀同阶了。而我只用3本烂大街的启蒙功法就合出来了。功法可以融合，那剑诀法术丹方阵图是否也能如此？可惜我以前所学的剑诀法门全是清玄圣地不传之秘，如今已签气宗灵约，再修行或外泄都会遭天谴，暂时还是不能冒险尝试。当务之急还是先行修炼，至少要练到炼气3层。这青竹竿想要使用，需要特殊催动手法，而那种手法要求至少炼气3层才可施展。所以，先修炼。还没有顾晨的消息吗？回宗主，但无消息。清玄城那边怎么说？清玄城已详查过，5日内顾晨并未入城。那远一点的城池呢？翠石城和大潭城均已确认，无顾晨踪迹。他一个修为尽废的凡人，离了宗门能去哪儿？西岩呢？他情况如何？许峰主方才传话，念阁主虽遭天机反噬，幸得医治及时，目前虽未苏醒，但已无大碍。还有什么？就是许峰主说，念阁主昏迷之后，依旧不停呼唤顾晨师弟。哼，墨仙呢？我记得他在宗门。师尊，您找我，你可有顾晨消息？弟子没有消息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况且弟子与顾晨并无交集，师尊您应该是知道的。本尊记得，当年你最欣赏顾晨的文采与书法，曾腻在他身边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不过是500年前弟子单纯罢了。顾晨自禁地归来之后，满身凶煞之气，已无当年才情，弟子避之不及，怎还会与他联系？那他离宗之时，你可曾给他什么符箓、敛息符？顾晨回宗3年，曾坏过弟子制服，弟子对他已厌恶之极，怎还会给他符箓？那会是谁帮他藏匿行踪？师尊是在忧虑顾晨安危？本尊怎会忧虑一个气宗废人？只是他毕竟曾是宗门天骄，500年前更曾为宗门进入禁地。如今若就此不管，天下人将如何言怨我清玄圣地？你有别的看法？弟子的想法却与师尊不同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顾晨曾是天骄不假，但如今宗门花费资源养了他3年，已是仁至义尽。至于500年前顾晨进入禁地一事，恕弟子直言，那禁地虽号称可为宗门抢夺符源，但这符源到底为何物，谁也说不准。真说起来，这500年来宗门大兴，靠的全是师尊带领，靠的是师姐师妹们勤勉努力。至于所谓符源，弟子确实未曾见过。如此便称顾晨为宗门英雄，实在过于草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画地为牢2分离，断情绝交不再会？如此，会不会过于绝情？顾晨天赋已废，此生再无修行可能，这便意味着
他与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，离开宗门，自生自灭，才是凡人该有的归宿。再者，师尊你也说了，顾晨以气宗灵约威胁宗门，这本就是大忌。既然如此，便由他去。宗门本就未曾亏欠于他，根本无需自扰。未曾亏欠？何况弟子以为顾晨用不了多久，便会重新祈求归来。哦，顾晨自小在清玄圣地长大，外界无亲无，如今已是寿元无多的废人，宗门养着他已是莫大情分。他此番外出，纯属不自量力，必会尝尽人间疾苦。等他在外熬不住了，自会想办法祈求宗门谅解。这个顾晨确实自讨苦吃，若他真在外活不下去，祈求归来，看本尊不好好收拾他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召回所有搜寻之人，不必再为此人耗费宗门之力。陈长老还有事？属下遵命。顾师叔这次怕是不会回来了。师姐，你总算醒了，快先把药喝了。顾晨呢？回来了吗？师姐，你怎么还记挂着顾晨？他都离宗半月了，宗主已经下令不再寻找了。什么？我昏迷了多久？算起来已有13日了。这么久，顾晨为何不找了？我之前不是说过务必要找到他，将他带回宗门吗？算了，我去找师傅。夕颜醒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多谢师尊关心，弟子已无恙。弟子想问，为何宗门不寻顾晨了？时间到了，苦吃够了，他自会回来，有什么可找的？但他若是不回来呢？若是不回，那不是正好？反正他在宗门也只是累赘，无端消耗宗门资源罢了。我常年闭关，这些事虽然鲜少过问，但也听说师妹们待顾晨不算好，想不到竟到如此地步。师父，他是顾晨啊！500年前我们……莫要再提过往，修行之道看的是如今，看的是将来。沉浸过往，终究作茧自缚，与修行无异。夕颜，500年前你与顾晨便不算走得太近，本无多少因果。为师不知你为何忽然如此挂念他，但人终要往前走，若有人驻足不前，便注定要被背弃。不是为师残忍，是这世道本就如此。本尊是清玄圣地宗主，要考虑的不是私情，而是整个宗门。顾晨行为已废，每月都要耗费宗门大量资源疗伤续命，此事已有许多弟子表达不满。如今他离开，站在宗门的角度，其实是一桩好事。可他是我宗门弟子，是师父您的亲传弟子，他为了宗门福缘进入禁地，差点丢了性命。清玄圣地这么大的宗门，连一点点资源都不愿给一个为宗门赴死之人，这不是寒了所有弟子的心吗？一点点资源，你可知顾晨每月月俸多少？陈长老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告诉他顾晨每月月俸多少。此事如实说明便是。顾师叔每月的俸禄是10枚下品灵石。你说多少？10枚下品灵石，有时更少，最少时只拿过3枚。内门最底层的弟子每月都有200月俸，普通执事长老每月数千，亲传弟子每月至少上万灵石。顾晨怎么会这么少？这怎么可能？顾晨虽已修为尽废，但毕竟是本尊亲传弟子，月俸这么少，是不是你们从中克扣？属下绝无克扣，就算有这个心，也绝技不敢，请宗主明鉴。那你给本尊说清楚，为何顾晨每月俸禄如此之少？这个说，是宗主您定下的呀。一派胡言！2年前，顾师叔因为损坏灵石，被宗主您罚俸减半。就算罚俸减半，又怎么可能只有10块灵石？3年前顾师叔刚归来时，执事们都不认识这位师叔，见他每日在宗门大殿打扫，加之没有修为，便将他列为杂役弟子。杂役弟子每月20灵石，减半刚好是10枚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们难道不会问吗？问过了的，
当时属下就此事询问过宗主，七师叔陆敬尧也在场。他说顾师叔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当时宗主在旁边没有反驳，所以……那之后呢？3年时间，你们难道还不知道顾晨的身份？知道是知道的，只是宗门俸禄一旦定下，想要更改需要宗主下令。当时宗主说顾师兄只是一个废人，没必要浪费太多灵石，差不多就行，不用特地改变什么。本尊以为当时是按照普通内门弟子的俸禄给他的，怎么会知道他竟被列成了杂役弟子？况且，顾晨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，在宗门日常用度什么都有，他要灵石也无用。他是你的亲传弟子，堂堂亲传弟子，岳凤连杂役弟子都不如。虽说日常用度不用灵石，但若需要其他东西呢？若生个病吃个药呢？这些难道不用灵石去换？师父不会否认吧？你方才说他每月10枚灵石还能更少，这是为何？这个不用问了，是本尊做的。顾晨行为莽撞，时常犯错，本尊便经常罚他月俸减半。他是你亲传弟子，是师父你当年一手带大的弟子。本尊平时忙碌，这种小事怎会挂在心上？再说他一个凡人，若不图享受，灵石本就无用。何况他刚回宗门时，医治伤势花费了大量灵石资源。其实，顾师叔当初疗伤所耗的灵石资源，最多只有1000。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？本尊当时……宗主，您当时亲自为顾师叔治疗，之后见他再无修行可能，便放弃了顾师叔。虽也吩咐了药师温养，但当时江轩小师叔正值突破关键期，许多资源与顾无师叔所用重叠。为此事，三师叔徐婉晴特地找过顾师叔，说了什么不知道，但自那之后，顾师叔便不再要求任何药石了。其实，上千灵石还是属下说高了。师尊，顾晨，他是你的亲传弟子，更是宗门的英雄，你如此待他，不怕这宗门弟子寒心吗？又说这事，顾晨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，伤势已不可逆，不浪费宗门资源，岂不正好说明他有自知之明？宗门能庇护他，给他容身之所，也是旁人可望不可及的了。那他是宗门英雄，这事又当如何？500年前他冒险进入禁地，可是为宗门去的，为宗门福缘去的。福缘？你所谓的福缘到底存不存在，你自己能说清吗？当然存在。自从顾晨进入禁地以后，宗门福缘不断汇集，此后宗门昌盛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难道师父到现在还不肯承认？本尊反倒觉得和所谓福缘无关。师父，你连弟子的话都听不进了吗？夕颜，你的话为师自然是听的。你曾多次为宗门卜算前路，为师从未质疑过你。但福缘之事太过虚无，至今无人可以证实。师父，弟子无法在福缘是否存在之事上说服你，但弟子想提醒您一句，就在顾师弟脱离清玄圣地的那一刻，宗门500年来的福缘已开始易散。既然你说福缘已经易散，那不妨好好看看，易散之后宗门会如何？本尊倒也想瞧瞧，这所谓的福缘到底是何物？师父，福缘长存可日积月累为宗门积攒运道，可若福缘易散，宗门将会灾祸连连，这样的玩笑开不得。当年为师就不该让你修炼天机一道，你要记住，修士本就逆天而行，全凭所谓福缘，终究如同镜花水月，你要相信人定胜天。弟子告退。大师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大师姐，我听说你和师父吵架了，没事吧？顾晨这人真可恶，连走了都能闹得宗门内部不和，怎么这种人就不遭天谴啊？是啊，这该死的顾晨！师妹们，
你们什么时候对顾城有了这么大的敌意？那顾城本来就可恶，对他有敌意，难道还有错了？500年前，是我们过于单纯了而已。没错，大师姐，你是没看清楚顾城的险恶之处。突破了炼气3层，从入定到现在正好1个月。若只看境界，炼气3层的速度实在算不上快，但我的丹田气海广阔，论灵力神厚，如今已不弱于炼气7层的修士。这点突破不值得太过激动，真正让我在意的是这个。炼气3层已到，这青竹竿终于可以开始使用了。炼气3层，丹田气海已成型，灵力足够催动法术了。去头，果然没那么容易。04，最后一拳，就是现在。04。滴血认主，化珠为干，成了。垂钓诸天，让我试一试。幻境里看到的是江玄微中激活后的用法，也不知对不对。垂钓诸天是否需要饵料？好大的力气！就是现在！功法，这是那本天书，10000年之前失传的那本。符箓一道，修仙6道之一，符石落笔成符，妙用无穷。顶尖符师可在方寸之间写入至尊之力，一张符可屠一城，灭一国。秦墨仙当年曾告诉我，得天书符箓者可成符道至尊。这万年不见踪迹的东西，竟然被我钓上来了。这不仅讲如何制符，还从天地起源大道演化讲起，内容晦涩深奥至极，难怪历史上有记载的获得者都耗费数百年才能有所成就。我现在寿元本就不多，必须尽快提升修为，增补寿元。哪有几百年时间研究符道？对了，无愧古籍，若把天书符箓写在上面会怎样？之前写入通玄经，便自动进阶为通玄道经；写入冲虚经，又与前者融合成玄虚经。若这符箓之道也能加速参悟，哪怕只是缩短1-2成时间，也值得一试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所谓符箓之道，便是以神魂为引，勾天地道运，落于方寸符纸之上的道法。天地道运是本就存于天地间的规则之力，想成为一名符师，首先需在书法之道上有所造诣，其次需有充足的神魂之力，最后则需对天地道律有足够的感悟与理解。这届弟子的字迹一个比一个差，莫说书法大家，连最基本的笔韵都没有。这些年见过字迹最好看的，奇怪，我怎会又想起此人？这样的废物，离了宗门，我早该将他忘却才是。一定是因为大师姐最近频繁提起他，找机会还是该劝大师姐斩断执念，断舍离才是。都看好，制作符箓关键在于对道运的感悟，每一笔落下，需以神魂之力引动天地道运，如何其中？竟然如此流畅！秦长老不愧是万年难遇的符箓天才，原来符箓是这么制成的。
成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天地道运本是规则之力，寻常不可见、不可触，即便是高深符师，也需以特殊手法勾连才能引动。这到底……天地道运自主浮现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万运朝拜，这是万运朝拜！天地道运被人吸引，主动现身，朝拜致敬。这只有在那些符道古籍的猜想中才被提及，从未有人真正见过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有符道至尊降世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莫非是什么绝世天骄诞生，天生的符道至尊？符师并非操控道运，而是与道运合作。符师吸引道运，道运认可符师，才愿融入符中。检验一名符师的潜力，便是看他对道运的亲和力。我已是同辈中的佼佼者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连万运朝拜的1/1000都做不到。这一幕绝对是前无古人之事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引动这一切的存在，他在哪里？他是谁？天地为何因他而变？来了，他来了！3000年的等待，终于让老夫等到了。墨寒楼的天命人出现了。竟然真的写完了，1天1夜抄录完整本天书符录。寻常符师之道是唤醒天地道运，与其合作；天书符录则是让道运自主亲和，主动相助。而符书竟涉及如何构建天地道运。天地道运是天地规则之力，连大成至尊也不敢说能凭空造就。符书上的手段已是神仙之术，我如今修为太低，强行参悟只会适得其反，贪多嚼不烂。当下最重要的还是修行己身。秦主干第一次垂钓，就钓上了万年失传的天书符录。这东西的强悍远超我在幻境中看到的那些，可惜10日才能用一次。此地距离清玄圣地太近，随时可能被发现，灵力也太过微薄，我用灵石辅助修炼都已耗尽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念夕颜，大师姐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宗门与她交集不多，500年前她性子孤僻，500年后更是鲜少露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阵法挡不住真正的高手，但足以让贸然闯入的人看出此地已被遗弃的假象。现在还不是与他碰面的时候，此行的目标是云霄城。此地有阵法痕迹，我的天机卜卦没有出错。顾晨离开宗门后没有去清玄城，而是来了这里。小师弟，小师弟，是我是你大师姐念夕颜，师姐有些话想跟你说，我能进来吗？怎么会？天机之术明明显示他就在这里。这是灵石被吸干后留下的粉末，而且是被缓慢吸收，一丝不剩的吸干净的，不是催动阵法或法器那种快速抽空，而是修士修炼时慢慢耗尽的方式。他重新修炼了，他的修为恢复了，可他把灵石吸到一点残渣都不剩，这是散修才会做的，因为灵石不够用。小师弟，我会找到你的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宿贵，这是腐木妖，低阶妖邪，大多在灵气稀薄的山林间出没，靠吞噬过路生物的血肉为生。炼气期2、3层的修士遇到它，尚可勉强一战，但若是凡人遇见，绝无生路。运气还真是不好，
刚出洞就撞上了。炼气3层，对付这种低阶妖物，倒是够用。云霄城应该就在前面了。2阶妖兽，实力堪比炼气8层修士。此地只是天气山脉外围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？你修行不易，与我无用，我不想杀你。这是血煞之气，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出来了。这还是500年来在禁地中无休止征战所淬炼出的杀伐之气，倒是与我修为无关，与灵力无关，单纯因为我是在尸山血海中趟过来的。抱歉，我在追击此妖，没想将其赶到了外围，道友可有受伤？那只狼妖突袭了。巧合，还是他早就看着我。他要逃了。让你跑了1次，还想再跑第2次？好古怪的人。我叫叶红烟，来自天策府，不知道有散修。散修？方才面对2阶狼妖时那份从容，不慌不忙退到安全位置的判断力，还有那虽只泄露一瞬却令人心悸的血煞之气，怎么看都不像个普通散修。不过修行界性情古怪者众多，倒也不奇怪。方才狼妖因我追逐惊扰道友，为表歉意，狼妖失身便赠与道友。好意心领，狼妖与我无异，既是叶姑娘所杀，便归叶姑娘。这若无事，就此别过。明明只有炼气3层，但那份气度，可不像是只有炼气3层的人。天策府名声不错，但在这种荒郊野外，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妖兽，而是人。散修的第1条规矩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在自己弱小时。朝夕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么多天看你不在宗门，为师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。多谢师父关心，不知师父急召弟子归来，所谓何事？确实有要事需要你帮忙。师父请说。你小师弟刚从剑阁出来，1个月的剑阁历练，他在剑道上再度进益。为师打算送他一柄佩剑，希望你能用天机之术为其加持。就为了这个？有问题吗？师父，弟子记得，宗主急召只有在宗门出现最要紧之事时才会动用。您就为了给小师弟佩剑加持，用了宗主急召？什么叫就为了这事？你小师弟现在是宗门最重要的人，是清玄圣地的未来。他剑道有成，佩剑自然需要格外慎重，这本就是宗门头等大事。弟子领命。佩剑在何处？弟子现在便可加持。不急，你2师妹还在帮他炼制，想来很快就能打造完成。还没打造完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小师弟这柄剑
是为师和你几个师妹用了无数天才地宝凑出来的。即使你二师妹炼起之术大成，也要耗费不少时间和心力。你先回问殿阁吧，等你二师妹打造完成，为师会再换你。对了，记住不能离开宗门。你比为师更清楚，法器加持在刚完成时施展效果最好，晚了会差很多。小师弟，不是师姐不想找你，是师姐担心，若因你的事与师父争执，他会迁怒于你。上次那番理论已经让他对你更加厌恶，我不能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你等等我，等忙完此事，师姐立刻去找你。听说了吗？卓峰那座屋子已经拆了。师姐，你看，这破屋子终于拆了，接下来就能按咱们的设想给小师弟建寿栏了。先把这些污秽之物清理干净吧。小师弟的寿栏需精心打造，不可有闪失。师姐说的对，那我现在就去把废墟残骸全毁了。何必这么麻烦？一张烈火符足以将此地焚尽。住手！师姐，你怎么突然？大师姐，还好师姐收手及时，要不然就伤到你了。师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没看到你，所以才……是啊，师姐，我们不是有意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卓峰是顾师弟的，这木屋是他的居所？师姐，顾晨已经签了契宗灵约，不再是清玄圣地的人了。是啊，大师姐，他人都走了，总不能还占着地方吧？顾师弟签契宗灵约是与师父的误会，他自然还会回来。你们现在毁去他的居所，将来他回来了，住哪？就算他真厚着脸皮回来，让他去外门住不就行了？你说什么？大师姐，你这几日不在宗门，可能不知，之前师父已下令，若顾晨归来想重入宗门，便让他加入外门，做个普通外门弟子。是啊，他以为拿契宗灵约威胁宗门，宗门就会多看他一眼，纯属做梦。他回来连内门都没资格。你们两人以前不是和顾晨关系最好的吗？莫谦，你当年缠着他陪你练字，静瑶，你受了委屈就找他哭诉，要收服妖兽也拉他帮忙。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了？师姐，你说的都是500年前的事，那时我们年轻不懂事，被他的伪装骗了，你怎么还记着？是啊，师姐，那时候我们单纯，没看穿他的真面目。师姐，你平时都在问天阁不出门，不知道顾晨回来之后做了多少坏事。他害死我新收服的灵兽，还坏了五师姐顿悟的通天符箓，罄竹难书。我们几个师姐师妹都巴不得他死了才好。陆师妹所言虽有些偏激，但我们对顾晨的不满，并非一日之功。咦？两位师姐，你们看，顾晨一定是做了手脚，他用邪术害我们清玄圣地，这阵法一看就非常邪恶。这是地煞拘魂阵，竟然是地煞拘魂阵！顾晨竟然在宗门里布下了这种凶阵。五师姐，什么是地煞拘魂阵啊？邪阵，魔宗惯用的恶毒阵法。此阵设于地煞位，可聚魂潜魄。但凡在阵中游荡的魂魄，都会被吸纳炼化，成为滋养自身的养分。顾晨为什么会这种阵法？他为什么要在宗门内设这种东西？恐怕是他不甘心此生沦为废人，想要修炼。这是魔宗的手段。我们清玄圣地的弟子竟然学魔宗阵法，而且这可是宗门，他要拘魂，把我们宗门的弟子都当成他的养分吗？大师姐，若说之前空口无凭，那此刻这座阵法，你应当看出顾晨的为人了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可能是顾晨设下的，他不会害宗门。可这阵纹就在眼前，该怎么解释？那洞府中吸干的灵石碎末，突然恢复的修为，还有这座恰好出现在他居所下的阵法，
我不相信顾晨会做这样的事。师姐，这阵法都摆在这儿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师姐，阵法已说明一切。你方才说这是地煞拘魂阵，可你只看了一角就能断定全貌。阵法之道多有相通之处，仅凭一角就定论全盘，不觉得草率吗？既然已经看到这阵法了，为什么不把它全部挖出来看清楚？我就说我的符书怎么不见了，原来在顾晨这里，是他偷走了。师姐，你看，这不就是当初我那只灵兽的脚吗？他当时还狡辩说和他没关系。看来他偷偷拿了不少东西。师姐，不用再看了吧？这就是拘魂阵，结构已经很明确了。我不相信。师姐，这已经不仅仅是拘魂纳魄了，还多了融魂化魄的部分。被拘之魂会被彻底炼化成养分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不相信。师姐，这一部分是熔炼魂魄化为养分的核心结构。布阵之人为了效果最大化，被炼化的魂魄连投胎转世都不可能。师妹觉得不必再看了，这样的邪阵还是直接毁去为好。顾晨这个阴狠小人，宗门养着他一个废人，不感恩就算了，竟然还骗众，还布这种邪阵。这里可是宗门，他要害谁？这该死的东西！我还是不相信，看完再说。大师姐，你别伤心，为了那种人不值当啊。不是，顾晨没想过害人，他心里一直有宗门的，一直都有的，我知道。师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地煞拘魂阵的结构，为什么还能变阵？这假的吧？秦师妹，现在看出来这是什么阵了吗？这是三宫化魂阵，三我功法，化我神魂，只为福泽一方。这不是地煞拘魂，不是什么邪阵，这是为了宗门甘愿赴死，甘愿死后神魂化为宗门一份，帮助宗门延续福泽的大阵。那些拘魂炼魂的法阵，顾晨针对的都是自己。他想的是自己死后居住自己的魂魄，将其化去，以不入轮回魂飞魄散为代价，以魂殉道，为宗门祈福。什么？这阴毒阵法针对的全是他自己？他那种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觉悟？我这神魂伤势，终归还是伤得太重了。在宗门时3、5日便发作一次，离开后这1个月只发作了2次。江轩在我住处做的手脚，倒是从未停过。此仇我记下了。还是要尽快前往云霄城，那桩机缘不能再让江轩得了去。有人在此被围攻，修为高的那个逃了，围攻者用了毒，看样子逃走的那个伤势不轻。散修之道，不惹闲事，在实力不够时强出头，最终只会成为一捧黄土。等等，帮帮我，道友，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不帮。为什么？我只是一个普通散修，不认识你，也不想认识你，不想招来无妄之灾。你既然是散修，那肯定缺资源吧？你帮我，我给你酬劳，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的实力比我强得多，你都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我帮忙也是不自量力。唉，也能理解，他那点修为，不想惹事是人之常情。你给我什么好处？800灵石，还有丹药。风险太高了，你的命只值这么点儿。我只有这么多灵石了，而且我只是需要你帮我护法。我中毒了，要尽快解毒，过程中不能被打扰。
你要是嫌不够，可以开个价，等脱险之后我再补给你。行，800现在给我。你第一次见此人，只觉得他从容冷静，甚至带着几分世外高人的出尘气度。现在我怎么觉得自己看走了眼呢？也罢，此刻不是计较的时候。都在里面了，都在里面了。你不是不想惹事儿吗？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因为我已经惹事了。啊？追你的人已经跟来了，我要么杀人突围，要么只能往前走。但无论哪条路都会被追踪到踪迹，横竖甩不掉麻烦。所以，你不是突然善心发达，而是看没办法抽身事外才回来的。不赚白不赚。能走路，你带路吧。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追你的人已经靠近了，我们再绕开他们。可我什么都没感应到。自从参悟了天书符箓之后，我才感觉到对周围的天地道运有了一种自然的亲和与感知。这东西虽然主要用在符道上，但用来感知危险、判断接近的修士气息，倒有意外的好。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除非突围杀出去，否则走不掉。不是，绕了半天圈子，你告诉我们被包围了？信不信随你。我选的路线已经是最大程度规避他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最多2个时辰就会碰面。我需要时间逼毒，2个时辰够我逼出一部分毒素，恢复2成战力。那就先疗伤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女人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血迹明明往这边来的，而且还有一个人的踪迹，应该就在附近，仔细搜。坏了，我低估了体内毒素的顽固程度，2个时辰的逼毒效果远不如预期，现在能发挥的战力还不足全盛时的3成。这个人好沉稳的气质，明明修为不高，却一点都不慌。你还能全力出手吗？若不计后果的话，最多2次。2次，1次就够了。你疗伤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他刚才说要去引开他们，明明只有炼气3层，可这个人站在那里，竟给人一种孤傲之感。明明才第2次见面，为什么每一次都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？我记得你叫叶红烟吧？是。待会儿我喊你名字，你就朝我全力一击。朝你？对。可是，按我说的做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他什么时候察觉到的？我怎么一点都没感应到？原来还真有个同伙，炼气3层，倒是会藏，害我们找了这么久。小子，你倒是有些本事，不过可惜见了这个女人，你终究难逃一死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。你们谁先进来，或者一起来？他肯定还在疗伤，趁现在。方才那一瞬，我竟然都没有感知到任何灵力波动。炼气7层，1瞬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那个女人出手了，她果然在里面。你上，她的伤势不可能连出2招。我进去，杀了她。叶红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杀了2个，我杀了1个，可你只有炼气3层。这只是其中一队人，想突围，我们现在就得走。你别看了，这3个储物袋里没有解药，应该是追杀你的人一开始就防着你杀人夺药。我知道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这家伙每次动用灵力都只释放出刚刚够用的程度，不多1分，不少1毫。无论是翻越沟壑、加速疾行，还是中途忽然急转改变方向，对灵力的消耗竟然都精准到了极致。入微，这是入微之境，只有对自身灵力把控到了极致，身经百战之人才能做到。方才山洞中顾晨2次出手，我都没有感知到任何灵力波动。原来不是因为没有动用灵力，而是因为将灵力全部封存于体内，没有丝毫外泄。这种掌控力，连我也自愧不如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五师妹，你去替顾晨向师尊求情吧。你饱读诗书，通晓道理，讲起话来师尊最能听得进去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一定能说服师尊。到时候即便签了7宗灵约，也可以重新签归宗灵约，顾晨就能回来了。大师姐，这件事我做不到，我不会为顾晨去向师尊求情。为什么？当年你和顾晨关系最好。大师姐，我这么说吧，顾晨离开宗门我很高兴，他不再赖在清玄圣地我很庆幸。可你也看到了，顾晨在自己居所布下了散功化魂阵，他愿意以魂殉道，不入轮回，为宗门祈福。这样的人怎么会变？师姐，那座散功化魂阵有一处被破坏了，关键位置的符文被人毁去，最终效果不再是福泽宗门，只是单纯的剿灭布阵者自身的神魂。这只能说明，顾晨或许曾经有过报效宗门的心，但他已经改变主意了。若是他改变主意了，为什么还要保留阵法？为什么不干脆全部毁掉？谁知道，也许他想惨死在宗门，用神魂之力诅咒宗门呢？师姐，你每日只待在问天阁，高高在上，不问世事。你只知道顾晨曾在禁地受苦，只知道他为宗门立过功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苦苦寻找的这个小师弟也曾经毁了我？你说，3年前那件事，原来大师姐知道。我确实听说过，顾晨因道伤发作，神魂错乱，误闯你的隐神现场，惊扰了天地道域，导致你隐神失败。莫仙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打击极大，但顾晨他并非有意，不是有意。师姐，你信吗？他是道伤发作，神志不清，这一点师尊也曾提起过。而且我听说，他当时为了让自己清醒，曾在自己身上留下几道极深的抓痕，这说明他确实努力想控制自己。师姐，你说顾晨道伤发作，误闯我的隐神之地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他在惊扰道运之前就已经清醒了？什么意思？顾晨闯进来时，确实是道伤发作，神志不清，这一点我没有否认。但他毁我机缘之前就已经清醒了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那一刻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可他还是做了。怎么可能？师尊不是说……师尊当然知道真相，但他觉得顾晨已经是亲传弟子，又正在被其他师姐妹憎恶，若是再让我说出真相，顾晨在宗门就彻底没有容身之地了。所以他让我闭嘴，把这件事压了下来，对外只说是一场意外。师姐，你口中那个为了宗门甘愿赴死的师弟，那个愿意以魂殉道，不入轮回的宗门英雄，他清醒的、冷静的，亲手毁了我此生仅有的一次隐神机缘。他让我此生再无进阶7阶符师的可能。又梦到他了，我此生无愧于任何人，愧的只有自己。我虽毁你一桩机缘，却也只为救你。你我此生缘分已尽，自此互不相欠。恩人，我们现在已经彻底甩开敌人了。
我特地抓了几只野兔，今天好好犒劳犒劳，顺道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恩人，你口味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不挑食，随意便可。恩人，你此行要去哪儿？随便逛逛。恩人，你好像一直没问过，追杀我的是什么人？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身为散修，要有散修的觉悟，好奇心太重不是好事。你有朋友吗？以前有。以前？有人来了。是赤足乌骓的马蹄声，是我的同门。师妹，你受伤了，赤水门的人怎么会对你动手？多谢赵师兄忧心，红颜已恢复不少。赤水门敢对我们天策府的人出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们需尽快返回汇报。师妹，与我同骑吧，这样快一些。多谢师兄好意，红颜跟在后面便可。红颜毕竟是女孩子，要不红颜，你骑我的马，我和赵师兄同骑便是。恩人，上马吧，我带你离开此地。不要骑马。这是我天策府独有的赤足乌骓，速度不比御空飞行的法宝慢，而且更节省灵力。之前追杀你的人既然知道你的身份，这么久没找到你，必然会想到驰远，也会想到你们有赤足乌骓。若我是他们，必会针对此设伏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炼气期的小修士了？一鸣金丹，三鸣筑基，这股力量可不是谁都有胆子算计的。哼，就此别过吧。安然，我答应帮你一次，如今你已与同门会合，我履约完毕，后会有期。师妹，赤水门之事耽搁不得，我们赶快上路吧。是啊，师妹。而且那人修为不高，却格外警惕，跟着我们反而不自在。这几日承蒙恩人搭救，红颜感激不尽。若他日恩人有事，可到天策府寻我，红颜必全力相帮。走吧。10天已过，可以再钓一次了。不知道这一次能钓到什么。我现在缺少的东西太多了，灵石、丹药、修行资源，若再来一本功法也不错。散修看似逍遥，实则处处掣肘，没有宗门供给，一切都得靠自己。交易的那800灵石看似不少，但以我丹田气海的广阔程度，这点灵石用不了多久便会见底。跳到垃圾了，唉，他在吸天地道运，这可不是普通骨头能做到的事。有规则之力缠绕其上，除了岁月之力外，再无任何力量可将其损毁。这具指骨的原主人到底是什么存在？神魔还是神仙？他在吸灵力。20块灵石砸下去，怎么连个水花都没有？这玩意儿不是来坑人的吧？隐闪，这道运是冲我来的。进。与这节指骨之间，好像多了一道联系。原来如此，让我看看。原来这里封存了原主人的意志之力，威力竟然如此惊人。之所以这么疯狂的吸收灵气，
原来是因为那道力量需要足够的灵力灌注才能激发。这指骨内本就存留了不少灵力，应该是漫长的岁月中，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发现它的特殊之处，试过灌入灵力却苦无结果后最终放弃。日积月来，反倒给我省了不少功夫。这意志之力一旦催动，怕是极为恐怖。而且现在借助芥字符之力，我已主动将其激发。就是这东西太烧灵石了，以我现在的家底，就算把手头剩下的700多块灵石全部填进去，都未必能恢复到如今这个储备量。灵石没了可以再赚，但这东西可是一个能保命的大杀器，值了。叶师妹，你看，现在你还说那个小散修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个散修或许有些本事，但毕竟只是个散修，见识、修为都太低了些。他说的话，师妹听听就好，不必当真。赵师兄，都统说过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不要小看任何人。什么人？屏住呼吸，剑上有毒。上马，准备突围！不对，赤足乌追的眼神。赵师兄！你说对了，我后悔没听你的。这里距离云霄城已不算远，那木盒上的阵纹气息不像寻常之物，能在这样的混战中被人拼死保护，怕是有些来头。这种感觉被盯上了吗？看来还有人的剑指着这里啊！剑淬了毒，阁下既然已经搭弓，却迟迟没有松懈，是好奇我一个小小散修会怎么应对，还是你本身也伤得不轻？大哥，杀不杀？等等，那小子好像在解禁制，他有点本事，能碰万宝盒的人可不多。这小子难不成是个符师？区炼气4层，竟然能解万宝楼的禁制。正好，咱们正愁不知道怎么开这匣子呢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哥，这小子行不行啊？磨磨蹭蹭的，万宝楼的援兵要是来了，再等等。大哥，不能再等了，这废物根本解不开。这万宝楼的人没来，不如直接杀了抢走匣子，咱们另想办法。只差最后4层了，可惜我修为不够，若是有炼气后期，绝不会这么慢。要是有人帮忙就好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多久会来人。算了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走了走了。哎，道友且慢。果然只是个毫无警觉的毛头小子。道友，方才我无意间听到你说需要修为高强之人相助解开这匣子禁制。道友有事。道友不必紧张，我也是路过此地。既然你我目标一致，不如合作如何？你出力，我出修为，事成之后按劳分配，你看怎样？怎么分？道友，你说怎么分就怎么分。我7你3。当然可以。道友有真本事，我就是出个蛮力。事不宜迟，咱们抓紧吧。7、3，等匣子一开，老子连你一条命都不留，还分红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道友，你只要朝这一节指骨里灌注灵力就行，越多越好。这是阵眼，灵力足够我才能继续解封。刚才研究的时候，怎么没看到这东西？禁制解开几存后自动显现的，是禁制的阵眼。这该死的毛头小子，该不会耍老子的吧？
不过且看他在这儿捣弄半天，景致的确变弱了，想来应该是这么回事吧。道友别分心，全力施为，我正在解最后一层禁制了。道友，还没好吗？再等等，灵力还不够，这一层是关键，千万不能中断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只要匣子打开，所有资源都是我的，这点付出算什么？干了，兄弟们！开了，终于。多谢道友慷慨相助，你方才投入指骨中的灵力，我已经收到了。顾师弟，邪姐相信你一定是被冤枉的，你再等等，等姐姐把这天机轮回镜练成，一定帮你伸冤。再等等我。你们大师姐还在炼制天机轮回镜？是啊，师傅，你快劝劝大师姐吧，她已经跟魔怔了一样，谁的话都不听，非要说我们是误会顾晨。那天机轮回镜炼制不光消耗修为，还消耗寿元，每一次失败都要折寿10年。大师姐再这样下去，会被活活抽干寿元的。弟子也劝过，但大师姐根本不听。她如今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又是顾晨，人都走了，还要给宗门添乱，都怪顾晨，害人害己，走了还拖累大师姐。顾晨现在在哪儿？你们有谁留意过他的行踪？他离开了宗门，弟子恨不得放鞭炮庆祝呢。再说了，弟子还要给小师弟准备御兽场地，哪有功夫管他？弟子一直在为小师弟炼丹，未做关注。弟子也在为小师弟炼制符箓，未曾留意。顾晨毕竟曾是你们的师弟，为师还以为你们会暗中接济他。接济他做什么？他都走了，跟我们恩断义绝了，凭什么还要我们接济？你们大师姐已陷入执念，想要破他这执念，恐怕只有顾晨才行。若寻不到顾晨，连为师也无能为力。若师傅可以往想寻顾晨，之前大师姐曾用天机之术探查到他的踪迹在天齐山脉一带。天齐山脉，顾晨没有修为，去那里不是找死吗？弟子不知，弟子听大师姐提起过，她怀疑顾晨可能还在修炼。具体如何，弟子并不清楚。不过想来，他即便重新修炼，也不会太顺利。顾晨3年来都无法修炼，或许只是心有不甘，还在尝试罢了。这个猜测倒是有理。那完了，不用找了。若是顾晨甘心当个凡人，去凡人城池找个地方生老病死，那说不定还能再活几年。但他要是不自量力，还想踏上修行路，那肯定命不长。你们想想，顾晨都多少年没闯荡江湖了？500多年，在禁地500年，回来又3年。他这样的人，甚至不如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修士。遇到天齐山脉的妖兽还好，至少死得痛快点。但要是遇上人，他那点行走江湖的经验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最后肯定落得死无葬身之地。道友，既然万宝匣已经打开，是不是该按约定分一分？道友想怎么分？按之前说好的，我7，你3。事先约定确实如此，不过有一个小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我觉得3成太少了。那道友想拿几成？我是炼气9层，拿个9成不过分吧？对了，剩下1成是我弟弟的，至于你的那份，得去找阎罗王要了。啊！大哥，你放开我，大哥！你大哥方才输给我的那些灵气，现在都还给他了。
你大哥的储物戒我带走了，算是你替他挡剑的封口费，不必送。不知前辈拦住在下，有何贵干？你可曾见到一名炼气8层修士以风遁之法从此处逃离？晚辈未曾见到。你身上有储物法宝？前辈慧眼，这是晚辈的储物袋，不知前辈。交出来！本座怀疑你可能与那贼人岑东水有勾结，现需你上交储物法宝，接受检查。方才对上岑东山时，我都没舍得用这一指之力，但眼下这名筑基修士若真动了杀心，不动用此物，恐怕难以善了。指骨中封存的指力，能不能杀得了筑基，我还当真有些没底。怎么，本座的话你没听见？不对，有人来了。怎么，莫非真被本座说中了？你果然与岑东水是同谋。任星，住手！苏玲珑，苏管事，任星，你方才在做什么？属下按命行事，搜寻岑东水下落。岑东水是何修为？炼气8层。你搜寻一个炼气8层的修士，却对这位炼气4层的道友出手，此话说得通吗？属下怀疑此人什么？你怀疑这位炼气4层的道友与岑东水有勾结？还是想说春秋双杀其实是春秋3杀，还有个炼气4层的帮手？任星，你明知我万宝楼规矩不可行杀人越货之事，却依旧知法犯法。既如此，本座以管事身份对你做出责罚，断指一根。断指？我承认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但他不过一个炼气4层的小修士，况且我并未得逞，怎能让我断指？我万宝楼聚4方之宝，广纳8方来客，只要踏进我万宝楼的范围，便是客人。你仗修为欺压客人，甚至妄图杀人越货，坏我万宝楼口碑，已犯大忌。断指只是略施惩戒，若你不服，断的就不只是指了。属下甘愿认罚。道友，实在抱歉，万宝楼管教无方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这枚储物戒指赠与道友，全当赔罪，还望道友莫要见怪。这万宝楼能在500年前便名声在外，果然不是没有道理。多谢苏前辈出手搭救，万宝楼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枚储物戒指，在下确知不公，但实在无功不受禄。道友不必推辞，今日本就是我万宝楼对不住道友，只要能扭转道友对我万宝楼的看法，便算大功一件。区一枚储物戒指，与道友所受之险相比不值一提，还请务必收下。多谢。道友此行是往云霄城方向吗？道友不必紧张，我们此行也要去云霄城。云霄城是散修之城，路途上凶恶匪类不少，万宝楼每次也会招揽修士一同随行。若道友不弃，可与我们一道同行，一路也有照应，且有一定酬劳，也算是两全其美。越是靠近散修之城，杀人夺宝之事便越多。若是跟着万宝楼的队伍，确实比自己一人独行安全得多。
既如此，便恭敬不如从命。成了，天机轮回镜终于成了。师弟，师姐会为你伸冤的，一定会的。大师姐，你的头发怎么会这样？师姐，你究竟是为了炼制天机轮回镜？黑发白发都无所谓，顾晨不也一头白发吗？他怎么能跟你比？小师妹，顾晨的白发是为了宗门才长出来的。天机轮回镜，你真的练成了？三位师妹，我知道你们如今对顾晨有诸多成见，但师姐相信很多事情并非你们所想的那样。今日此镜已成，师姐希望你们能耐心看一看接下来镜中所呈现的画面。是我们圣地？不对，这是500多年前的清玄宗。原来以前是这个样子。三师姐，你看，你糟蹋药田被师傅收拾了。还有五师姐，原来你小时候这么顽皮。那是顾晨刚来宗门的时候。姐姐，三位师妹，你们看，她曾经也是我们的家人啊。我记得我当时在给小师弟炼丹，正是紧要关头，所以不能分神。我在感悟天地道运，当时正有灵感，不容分心。我当时跟小师弟在一起呢，我这不是担心，万一我丢下小师弟去看顾晨，会让他心里不舒服吗？再说了，我哪知道你们一个都没去啊？大师姐，你不是也没去吗？当日我外出不在宗门，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往回赶，当天夜里才赶回来。这件事，你当真不知道吗？当初顾晨去禁地时，我答应过他，等他回来要为他准备好取之不尽用之不及的极品丹药。但小师弟来了以后，许多丹药都分给了他，我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所以我以为大家都去了，我没想到你们一个都没去，我也没有兑现当初承诺给顾晨的符箓。我们只是没有第一时间迎接他而已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难道连这点小事都要计较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当天晚上不是都去了吗？一起吃了饭，不也算是给他接风洗尘了？道友，请问您找谁？要带路吗？好好修养。师尊，为顾晨接风洗尘的宴席需什么规格？顾晨回来便回来了，最低规格，随便聚一聚便可。师姐姐来了！你们看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去接他。他等了500年的那顿饭，也不过如此。可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抱怨过一句。
回来了，他是顾晨啊！500年前，我们流着泪看着他自负禁地，为宗门受苦。他明明已经回来了，为什么你们却这样对他？哪怕一眼，你们连多看他一眼都不愿意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到底是顾晨变了，还是你们变了？你们口口声声说的那个变了的故人，到底是顾晨，还是你们自己？大师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没有去见他，但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都怕看到他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，怕他不再是500年前那个会偷偷给我们做木雕的弟弟，我们宁愿躲着，也不想承认他已经回不来了。所以你问我是谁变了，我想大概是我们都变了。炼气4层，入道，这怎么可能？入道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，只有亲近道元大彻大悟之人才能碰上，对道心、心境、修为都有莫大好处。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？苏管事有令，入道乃天大机缘，任何人不得贸然出手干扰，违者视作挑衅万宝楼。好强的入道，这动静可不像一个普通炼气4层修士能引动。此人是哪位？回禀苏管事，是那位自称不归的散修。不归，就是那个炼气4层之前被人心为难的年轻人。正是。回来。不归的底细查清楚了吗？这个怎么还是查不到？是的，不归这个人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师曾何门何派与何人相熟，一概查不到，甚至连不归这个名字我们都没能寻到丝毫踪迹。查不到吗？万宝楼行走四方，暗里探人跟脚再寻常不过。若连万宝楼的情报网都摸不到半分痕迹，那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此人背后有远超万宝楼的力量替他抹去了来路，要么他本就是一无所有的孤雁，刚刚落入这片天地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苏掌柜责罚。不怪你。自称散修，要前往云霄城，这说明他刚成为散修没多久。而不归这个名字，不归，如风般无拘无束，却无从归处。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应是某个势力的弟子，脱离了宗门，不想再与过往有任何牵缠。既然有意隐藏，查不到也属正常。说话呀，3位师妹，你们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我当时，我只是不想让小师弟难过。这就是你的理由？小师弟难过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难过？师姐，这其实怪顾晨。我知道，顾晨刚刚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确实冷落了他。但换个角度，难道顾晨就真的没错吗？师姐，顾晨进入禁地足足500年的时间，这500年里，我们师姐妹每次谈起顾晨都会泪如雨下，痛不欲生。日日茶饭不思，牵情挂肚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心里说服自己，就当顾晨已经死了，这才让我们不至于崩溃。之后，小师弟来了，我们把对顾晨的思念全部寄托到了小师弟身上，我们把要给顾晨的东西全部给了小师弟，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小师弟当成了顾晨的替身，这其实很自私。大师姐，你有没有想过被人当成替身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若是最后顾晨回来了，对小师弟来说又会是多大的打击？把江巡当成顾晨的替身，又害怕江巡发现自己其实只是替身之后心里会难过伤心，把借口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。所以这就是你们孤立顾晨的原因。你们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就因为你们不希望小师弟觉得自己成为了替身难过，所以就那般对待顾晨。你们都在顾虑江巡这个小师弟，你们难道忘记了顾晨曾经为你们做的一切，顾晨曾经为宗门付出的一切吗？无论如何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再说了，顾晨之前的那些做法，难道还不够说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？我们或许一开始确实怠慢了顾晨，孤立了顾晨，这确实是我们不对。
但顾晨难道就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？大师姐，你看看他之后做的事情，他若是就因为怠慢了他就要这么针对我们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这么做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顾晨之后的做法确实很不对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发生了那件事情后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顾晨。你们说，顾晨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不如看看顾晨到底是如何对不起你们的。我还有些事，师姐，你就算是再继续让我看，我现在也没时间，我得帮助小师弟尽快把御兽之术的兽栏建造完毕。我先告辞了。师姐，我那一炉丹药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去照看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下次再看吧。到底是真有要事处理，还是不敢再看下去？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都清楚，又何必如此呢？五师妹不会也有事情吧？大师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希望我们能跟你一起去找师父求情，让顾晨重新回归宗门。这一点我不反对，但我也不会赞同。你既然已经知道顾晨曾经对我做的那一切，那就应当知道，顾晨曾经毁了我的道，断道之仇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原谅他。我始终相信小师弟必然有自己的苦衷。既然五师妹你觉得顾晨对不起你，那不妨我们利用这天机轮回镜，看一看当时的真相如何。师姐，这有必要吗？我知道你心中有结，但若不弄清楚，你永远无法真正释怀。我今日所做一切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，顾晨才没有你们口中说的那么不堪。此镜不仅可以看到过去，同样也可以对其发出询问。天机轮回镜会根据询问的问题给出答案。既然五师妹你觉得顾晨害了你，那我这一次也不刻意控制天机轮回镜寻找答案，直接对此镜询问便是。小师弟，我们刚刚开始接触符箓之道，那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记住所有常见的天地道运，然后不断书写，不断感悟。这本符箓典籍是我从师父那里要来的，我特地摘抄了一本送给你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学习符箓之道了。将来我们一起当符箓师。奇怪，我求的明明是顾晨为什么破坏秦墨仙的隐神，镜中却给出这个回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顾晨破坏秦墨仙隐神，难道和他第一次开始接触符箓之道有关系？小师弟，别看后面了，后面记载的符箓都是6阶以后的神韵，就算看再多也没用的，这些神韵只有隐神才会出现，我们就学习前面就行了。小师弟，你怎么又看着后面的神韵发呆了？他这个人太浮躁，妄想一步登天，但修行之道最忌讳的便是好高骛远，所以他在符箓之道上一直没有什么精进。他修为尽废，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开始在莫书峰学习符箓之道的时候了。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多年符箓之道没有半点进步，原来这么多年他还在盯着后面看。和秦墨仙说的一样，里面记载的全部都是神品天地道运，全部都是6阶以上的道运，这些道运寻常人哪怕学会也没用，除非隐神成功，否则写的再多也一样是无用功。后面的神品道运竟然有这么多区别，每个神品道运竟然都有特殊的能力。神品道运本就是独一无二，自然和其他道运有所区别。这是武七夕，武师姐在隐神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武师姐终于得偿所愿，获得了隐神之机。一旦成功，她将彻底踏入崭新的领域。镜中的时间应该是到了秦墨仙隐神的时候了，也就是说，顾晨马上要被神魂道伤所控，陷入癫狂。今日是武师姐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不能疯癫，我要控制住自己。他竟要通过自残，通过疼痛，
让自己清醒过来。好险，好险！武师姐看来已经获得这道运认可了，我差点坏了武师姐的隐身机会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有看一眼自己身上的伤势，他想的一直都是不能破坏墨染你的隐身。师姐可曾想过，顾晨既然已经清醒了，为何我的隐身还会失败？是啊，顾晨既然已经控制住了神魂道伤，为什么你还会失败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明明顾晨刚刚还在拼命想要清醒，拼命想要不惊扰你才对，为什么却突然做出这种事儿？大师姐，现在还要继续看下去吗？大师姐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顾晨那般看好，但如今你亲眼所见，应该明白我对顾晨只有恨意。可是墨染，我累了，你能离开了吗？师姐，我劝你一句，顾晨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擅长伪装的心机阴险之辈，莫要被他表象所欺骗了。他走了，才是对宗门最好的结果。师妹，你隐神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从头至尾宗门没有其他任何人的身影？不过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，但连他都能看出师妹你在隐神，难道宗门其他人没有看出来吗？为何顾晨能够一路顺利的从卓峰来到你的莫书峰，读出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任何人阻拦？师妹你难道就不觉得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很古怪吗？师姐这么快就忘记了，那日是掩天圣地老宗主大寿，师父带着师姐妹妹去了掩天圣地，师姐你不是也一起去了吗？掩天圣地老宗主大寿，好像的确如此。可其他弟子呢？我们虽然不在宗门，但清玄圣地这么多弟子长老，怎么可能无一人前往护道？师姐，你想说什么？把我隐神失败的问题怪罪给别人，以此来为顾晨开脱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感觉这件事情很是古怪。有什么古怪的？无论如何，我隐神失败了，而且是顾晨亲自毁了的。方才师姐你不是亲眼看着的吗？漠然，师姐知道你不愿意再提当初隐神失败之事，但此事蹊跷，师姐觉得这里面或许有别的缘物，无论是什么缘由，都改变不了顾晨毁了我隐神的事实，难道不是吗？可是，大师姐，我希望你不要再谈此事。我的道已经毁了，而毁了这一切的是顾晨，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对，他明显不愿意自己多追究其中缘由，难道这里面还真有隐情？曾长老，弟子有问题。弟子发现这符箓典籍上对于6层以上的道运描述都会多加一句，若是正常隐神，那是不是说还有别的隐神方式？让你脚踏实地，你现在去思考这些问题，这是你能思考的问题吗？这本典籍在方才天机轮回镜中出现过多次，顾晨几乎都在翻阅。刚刚我也翻阅过，确实注意到有这个描述，只是没太在意。难道……曾长老，参见大师姐，不知大师姐有何吩咐？我想问一下方才那名弟子一样的问题。回禀大师姐，符箓之道本质是和天地道运亲和，让天地道运为己所用。虽说按照常理，天地道运认可之后自然会降下隐神，但有的人一直没有获得隐神机会，心有不甘，也确实会用些特殊手段吸引隐神之术。不过这种手段我们符师向来不推崇，因为确实可以隐神，但代价极大。代价会有什么代价？这个不一定，因为吸引的神品道运各不相同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必然会对符师本身造成极大影响。事实上，只要不是让神品道运自主降下的隐神，最终哪怕是隐神成功，符师也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。有的寿元会被抽空，朝闻道，夕可死。什么？还有这事儿？有的境界会跌落，此生再无修行可能。不过更多的还是性情大变，和曾经判若两人。事实上，很多6品以上的神符师性子古怪，都是受到道运影响。这个道运
若是强行隐身，会有何副作用？这个是渣子符，这烙印可万万不能强行隐神，否则将是一场灾厄。什么？大师姐有所不知，这渣字符是7阶神品道运中极为独特的存在，可镇魂、封魔、诛邪，极其强大。寻常隐神或许无事，但若是强行隐神，吸引来的是渣字符的话，那对于符师而言将是一场灾难。因为此符虽是镇邪之符，但强行隐神却会遭到邪祟记恨，所以不光强行隐神的符师会被抽空大量寿元，还会从此厄运缠身。历史有记载的，曾有数人强行隐神到渣字道运，无一例外，这些人都在1到3年内遭遇不祥。大师姐还有事，我想请师妹你再看看一个东西。师姐，你问了什么？快停下！我方才想直接询问顾晨为宗门、为师父和师姐妹们付出了什么，可这个问题还没问出，竟然就遭到反噬，说明天机被遮蔽，不可窥探，不可窥视。我没事。顾晨为什么要破坏秦墨仙的隐神？一定要好好学，听见没？顾晨，符箓之道要循序渐进，要从头看，你看后面可没用。其实师姐，我不想学符箓之道，我想要的只有将来长大了，我能帮上师姐你啊。强行隐神，当真没有任何转换余地。是一个6阶符师一直无法隐神，我可以用什么办法把反噬放在我自己身上，让6阶符师不受伤害的成功隐神吗？不对，这是强行隐神，师姐不是正常隐神，她在强行隐神。师姐怎么这么傻？强行隐神的风险，你明明比我还要清楚。希望引来的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神品道运，希望不是。渣子符，怎么会是渣子符？怎么办？若是这个符，师姐该如何承受？一旦渣子符强行隐神成功，最终师姐将会必死无疑。哪怕是我学会的那些履带桃香接受反噬的方法，也根本无用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师姐走上绝路。师姐，对不起了。师妹，现在你还觉得顾晨是在害你，是故意要断了你的道吗？顾晨从一开始就想要帮你，是他发现了你在强行隐神，也是他发现了你引来的竟是十死无生的渣字符，是他阻止了你的强行隐神，他不是要断你的道，他是在救你的命啊！之所以你隐神无人注意，因为你一开始就不希望别人知道你用的是强行隐神，你用了特殊手段阻隔其他弟子探查，甚至特意等着关雪带其他弟子去了掩天圣地之后才开始强行隐神。顾晨打断了你的隐神，不是为了毁你的道，而是在阻止你送死。我求他救我了吗？什么？我没有求他来救我，我不需要他来救我，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师姐，你应该知道，隐神靠的是命，而不是努力。我已经晋级6阶符师300年了，足足300年的时间，我付出了无数努力，但偏偏无论如何都无法隐神，甚至连隐神的感召都没有出现过。大师姐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300年的努力成了空谈，300年的付出成了笑话，更意味着再等下去，我此生也很可能不会再遇到隐神机会。我需要争，我需要搏，无论是胜是败，我都愿意认。明明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明明我已经隐神快要完成了，可就是因为顾晨最终却毁了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，他是在拦着你送死。是，他是拦着我送死了，但他怎么就知道我不愿意送死呢？朝闻道，夕可死，我自己做的选择，他凭什么干涉？实话说吧，这件事情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，我后悔过无数次，但没有一次我后悔自己强行隐身的。我后悔的只有为什么我没有提前斩杀了他，我后悔的只有为什么当初我机关算尽，屏蔽了所有修为之人探查我的情况，却唯独漏了他这个没有修为的无用废物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对，我就是不可理喻。师姐，你现在才发现吗？
糟糕，镇压此符的反噬为何还在？反噬，这是炸字符的反噬。虽然强行中断了隐神，但自己身上其实也中了炸字符的反噬，虽微弱，却也足够将我生生熬死。若自己遭受反噬，应该早就察觉才对。可为什么？这可是扎刺符的反噬，哪怕反噬之力不会太重，也足够让人吃尽苦头。即使是修士都挡不住，更别说顾城还仅仅只是一个凡人，他怎么可能承受得住？他明明知道的，吸收这反噬之力会怎么样？这个说，我不知道。虽然隐神中断会让反噬之力变弱，但哪怕是再弱，也会很难受。特别是这还是扎字符，若是修士遭到反噬，至少也会日日夜夜遭到阴魂袭扰。日日遭到阴魂袭扰？那这么说，自从你隐神失败之后，顾晨就每天都被怨魂纠缠，被阴魂袭扰。这哪怕是修士都难以承受，顾晨又该如何承受？我虽然不理解，明明顾晨救了你的命，你却还对他有那么多的偏见。但我希望你记得，他是在用自己的痛苦来为你换来机会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去找到顾晨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样的人流落天齐山脉，遭遇危险。我好像真的做错了。万宝楼口碑那么好，靠的就是人家这些细微到极致的做法。没说的，仅此一事，以后我买东西都去万宝楼了。是啊，这口碑可都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。不过那个叫不归的实在命好，不光入道了，还能让万宝楼庇护入道。炼气4层便能入道，这种事情可不是单单一个命好就能说明的。你们说，他接下来境界将会提升多少？我曾听闻炼气修士入道提升一个小境界的，筑基提升要多一点。入道的筑基修士虽然不多，但也不是没有。据说曾有人从筑基后期入道，之后达到了筑基大圆满。炼气7的入道，而且还是炼气4层的入道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一步到炼气9层？别说炼气9层了，他这灵气吸收速度，说他能够达到筑基我都相信，至少都能达到炼气大圆满。入道，不愧是修士难得的机缘，这灵气的吸收速度快得吓人呐！你说，这位不归家的风，这一次入道修为能提升多少？筑基哦，这么看好？他入道的灵气吸收速度很快，已经足够灌满他的丹田气海，筑基已是必然。我也赞同，不过我希望最好炼气大圆满。这样一来，我这枚天品筑基丹才能排得上用场呀。入道结束了，快看看那个小修士达到什么境界了？该不会真的一日筑基吧？什么？炼气4层入道，7日之内连跨6个小节，此人绝非寻常散修。道心继承，下一步便是要去往云霄城了。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我。顾晨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顾晨，对不起。看来熟人要见面。恭喜不归道友
炼气4层，连跨6阶，这等际遇放在云霄城也足以令人侧目。多亏苏前辈和万宝楼诸位护道，否则这入道机缘，怕是早已被人打断。道友不必自谦，我等不过顺水推舟。真正的机缘是道友自身造化，只是道友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此地距云霄城尚有半日旅程，若道友不急着赶路，万宝楼愿再护送一程。前辈好意，晚辈心领。晚辈还有1人需见，若随车队而行，恐有不便。既然如此，此物请道友收下。这是我万宝楼的玉牌，凭此可在万宝楼任意分号换取3次8折权，也算本座对道友的诚心结交。道友若能来万宝楼寻个差事，本座随时扫榻以待。后会有期。不归，终有一日，本座会知道你到底是何人。大师姐，你不该来的。既然避不开，那便见吧。这一世我不欠任何人，哪怕是当年的情分，也一笔勾销了。